一张神秘的古图究竟是否华夏文明的起源之一，被争论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未有一个最终的答案。那么这是一张怎样的古图，又蕴含了何种奥妙呢？咱们今天的视频还要从一个久远的神话故事开始说起。孔安国是孔子的第12世孙，西汉经学家。他曾授业于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学大师，并且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古文经学老师，教授司马迁尚书。而就在相传是孔安国所著的《孔安国尚书传》中，记载了一则上古的神话传说。原文是这么说的：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随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大意是说，在伏羲治世的时候，一匹龙马从黄河中出现。更离奇的是，龙马的身上有着非常特别的纹路。伏羲见到龙马后，认为它身上的纹路是一种神秘的启示，于是在解读了这个神秘图案之后，画出了后来如雷贯耳的八卦。而龙马身上的神秘图案，后人称其为河图。但是问题就来了，根据唐代以降的学者研究发现，《孔安国尚书传》很可能是一部伪书，是魏晋时期的伪造，这就给龙马附图神话蒙上了一层可疑的阴影。不过关于河图的记载却是确凿无疑。河图的已知最早记载来自于《尚书顾命篇》，原文说：越狱五重，陈宝、赤刀、大训、红璧、完颜在西序，大狱、仪狱、天球、河图在东序。说的是周成王死，周康王继位时，在继位大典上分东西两序，陈列着许多稀世珍宝，其中东序的最后一件就是河图。然而可惜的是，河图究竟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书中却只字未提。河图之谜自此发端，延续了数千年，直至今天。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现有的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并抽丝剥茧，试图解开这个千年谜案。如果我们拨转时光的指针，纵览历朝历代关于河图的记载，就会发现这张神秘古图的内容和形制真可谓是五花八门。春秋时的孔子就曾提到过河图，他感慨道：凤鸟不至，何不出图？无以已夫。这句话是孔子对自己一生未遇民主理想无法实现的无奈感慨，其中的凤鸟至，河出图被认为是人间出现民主贤君的征兆。换句话说，孔子口中的河图是一种地位极高的祥瑞之物，而且从他的话中可以得知，河图和凤鸟一样曾经作为祥瑞出现过，或者说至少在传说中出现过，而且可能还不止出现过一次。然而河图究竟是什么，孔子没说。易传系辞上中也提到过河图，原文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大意是说，河图和洛书这类天赐之物，圣人们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可以得到启示并制定法则。河图又变成了记录有神秘信息的天赐之物，但河图具体是什么，易经也没有说。既然圣人和经书都说不清道不明，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发挥想象力的广阔空间。于是乎，千奇百怪、琳琅满目的各色河图逐次闪亮登场。在《汉书五经》之中说，伏羲氏祭天而亡，受河图，择而画之，八卦是也。显而易见，和前面提到的龙马附图神话说的是同一回事情。伏羲受河图的启发，画出了八卦，这也是河图传说最主流的观点。具体原因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到。而汉代的伪书《春秋伪命例序》中则说，河图帝王之阶，国载江河山州界之分也。河图变成了上天授予帝王可以统治区域的地理划分图。东汉末的郑玄在注解《春秋伪》时却说，河以通前出天包，洛以刘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归书臣，河图9篇，洛书6篇。河图又变成了天包，是由9篇文字书就的天书。除此之外，还有鲤鱼说、玉石说、神农说等等，可谓是花样百出，让人眼花缭乱。以至于东汉晚期的修道之人在《太平经》中感慨道：天道亿万，少得其真，河图洛书，废者众多。河图传说在汉代之泛滥，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还没有结束，汉代以后河图的演变更是让人啧啧称奇。隋书经籍之中说，河图中有以记易代之争，和前面命例序中说河图帝王之阶是同一个意思。该由谁做帝王，河图中早有启示，它成了改朝换代的预言。既然河图能预言，那不妨让它来得更彻底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君主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过河图、洛书及其他谶纬预言提供的所谓天命根据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同时，反对者也会利用这些无从查证的预言去制造动乱。于是，从南朝齐梁时代开始，直至隋唐，当权者下令禁止这类谶纬书籍。自此，河图预言说逐渐偃旗息鼓，
伏羲根据河图画卦的传说开始渐渐流传，而河图真正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模样，并被广为接受，还要从宋代发生的一件大事开始说起。北宋景德元年，辽军南下，宋真宗被迫签订澶渊之盟。为了用政治行为来弥补军事上的耻辱，大臣王钦若建议宋真宗通过封禅泰山来提升皇权的神圣性，但是想要封禅没有上天的指示，也就是所谓的天瑞，是绝对不行的。于是不久后，一场瞒天过海的大戏上演了。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声称在梦中得到神人的启示，将在正月3日降下天书。随后天书如期被发现于承天门，内容是对宋真宗的肯定以及对宋朝统治的预言。有了天书的加持，宋真宗于当年10月率文武百官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那位王钦若被任命为封禅使，负责具体事务。接下来的几年，天书又多次降世，分别在皇宫中和泰山等地被发现。历史上将这一系列事情称为天书事件。关于天书事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请点赞、弹幕、评论支持一下，以后大脸怪将酌情单独介绍。因为天书事件给彼时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宋真宗死后，那些天书就都成了他的陪葬品。而在这件事的影响之下，河图的所谓谶纬和预言属性走到了终点。就在宋真宗死后不久，一张流传至今的全新河图诞生了。北宋著名的道家学者陈抟，他的神奇睡功，大脸怪在往期内容中已经详细介绍过。除此之外，他还以高深的道学修养、精湛的易学造诣，创作了易龙图序、太极图和八卦的先天图。其中的易龙图序阐述的就是河图的来源和含义，可惜该书早已易失。不过《宋史鱼鳞诸正传》中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以河图洛书传李盖，盖传许坚，许坚传范鄂昌，鄂昌传刘牧，刘牧成天地55之数。陈抟的书虽然失传，但是他的学问最终传授给了一个叫做刘牧的人。刘牧认为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由见四象所由之宗。简而言之，刘牧认为象是由数构成的。易传中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既然象由数设，即四象产生于数，那么数就是八卦的根源。基于这个认知，刘牧以陈抟的易图为根本，创作了易数勾引图。所谓易数勾引图，用刘牧自己的话说，是采来天地之数，把它们点织成图。易数勾引图共55幅，其中的第49幅就是河图。这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谓河图的最初蓝本。换句话说，我们一般认知中的所谓上古河图，其实诞生于并不算久远的北宋中期。通过这些用点数组成的图，刘牧不仅解释了他所说的数是八卦的根源，而且解释了八卦是如何从河图中产生，这就同时解释了伏羲根据河图画出八卦这个传说的合理性。然而刘牧的著述并不是先有河图再推导出八卦，而是在已经认可八卦出自河图后，在已知八卦的前提下对河图进行的反推导，从而得到传说中从来没人见过的河图。这就好比一个从没见过自己母亲的画家，只根据自己的样子画了一幅他母亲的肖像。也正因此，自黑白点河图出现以后，从北宋欧阳修到明清的归有光、黄宗羲、毛麒麟、胡渭、惠栋等一大批学者，再到现代夷古学派，都曾大力批判过黑白点河图的荒谬，认为他们是北宋时的伪造之图，而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河图。但是千余年来的任何一个反对者都拿不出绝对有力的证据，因为谁也没见过真正的河图。那么问题又来了，茫茫如海的古籍中有没有记载过与河图哪怕有一点相似的东西，从而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呢？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比北宋更早的魏晋时期，《三国志·魏书管宁传》中记载了魏明帝青农4年所颁布的一封诏书。正史中记载的皇帝诏书可信度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一下。诏书的内容不长，大致说的是这么一件事情：张掖郡的河谷中由洪水冲刷出了一块青色的宝石，宝石的形状很像一只灵龟，上面有白色的花纹，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豁然屹立在河水的西面。仔细辨认白色花纹，就会发现其中有图有文，图有凤凰、麒麟、龙马等象征天命的祥瑞之物，文为诰命，意思是天意的直接表达，具体内容诏书中没有提及。龙马、灵龟、神秘花纹这些老生常谈的元素，明显是来自于河图洛书的传说。不过难能可贵的是，诏书中细致地说到宝石的材质是青色的石头，白色的花纹，很像是一种玉石。在《墨子非攻下》中有一段疑似河图的记载，原文说：太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橙黄。
这是描述周武王伐纣时出现的祥瑞现象，其中黄河中所出的绿图疑似就是河图。无独有偶，《吕氏春秋》和《新书·修正与上》中也有关于绿图的记载。绿图是什么很难理解，但如果结合上面所说的青色石头一起理解的话，绿图很有可能也是一种带有花纹的绿色玉石。最早记载河图的《尚书》中其实也给出了河图是一种玉石的暗示。我们来看看当年周康王的继位大典上与河图一起陈列在东序的都有什么。意思是大玉、仪玉和天球。大玉和仪玉是分别产自华山和东北威驴山的优质玉。那么天球是什么呢？说文玉部中说，球玉磬也。所谓球是一种可以用来制作磬的优良玉石，而天球则特指产自雍州的这种良玉。也就是说，陈列在东序的4样宝物中有3种都是玉石。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河图有相当大的可能也是一种玉石，更准确的说是产自黄河中带有神秘花纹的优良玉石。上古神话中，黄河里有一位地位非凡的神，他就是半人半鱼的河伯。这位黄河之神在黄河流域远古文化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淮南子中说，日月星辰天之始也，河伯海若水之始也。河伯既然有水中使者的身份，自然就有传达天之命的职责。狮子中就曾讲述过一个河伯传达天命的故事，原文是这么说的：禹离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于深处，曰吾河津也，授予河图，而还于渊中。毫无疑问，这个半人半鱼的河津就是河伯，他受天之命来帮助治水的大禹，授给大禹河图。既然河图可能是玉石，那么考古发现中可曾有能够印证这个猜测的实物呢？答案是肯定的。1987年6月，安徽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出土了2件国宝级文物——含山玉板和玉龟。这2件宝贝距今已经5000多年。出土时是摆放在墓主人的胸前，玉板藏在玉龟的腹中。玉板的主体图案中心是一大一小2个同心圆，圆的中心有一个四方各有2个直角的一共8个角的十字形图案，2个圆之间的区域被8条直线分成了8块，每个区域内都雕刻有一个叶纹石标。在连山易的视频中，大脸怪曾经介绍过，玉板上的图案与古老的水书连山易中的卦图非常相似。而史遗记曾说，河洛之滨得玉板方尺，图天地之行。这有可能就是汉代谶纬书中所说的河图玉板。那么连山易与河图之间的联系成了最关键的一环。论衡中说，连山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真可谓云开雾散，醍醐灌顶。当年连山氏在得到河图之后，归纳总结出了一套译法，夏朝的统治者采用了这套译法，称其为连山。我们来捋一下，连山氏在得到河图后总结出了连山易，而水族人流传下来的水书连山易中的卦图与林家滩玉板上的图案有高度相似性，而林家滩玉板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河图玉板。连山氏、卦图、河图、林家滩玉板，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关联紧密的逻辑闭环。那么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林家滩玉板很有可能就是河图的复刻版本，也就是连山氏归纳出的易法卦图，而连山氏最初得到的那个河图是来自黄河中一块带有神秘花纹的原始玉石。连山氏正是从玉石的花纹中得到某种启示。说到这里，大脸怪友情提示，以上观点是根据现存的记载和文物所做的一种推论，请仅仅作为神话故事观看。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河图是连山易的起源，那么伏羲画卦的神话传说又该怎么去理解呢？大脸怪更愿意相信另外一种说法。系辞中说，古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通过观察天地万物，用实践去获取世界的客观规律，似乎更加接近于伏羲画卦的真相，而龙马附图则更可能是后人的一种美好神话罢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